拜登政府5号宣布，对台湾出售价值3亿美元的 F-16战机备用和修理零件等相关军事设备。这是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上任后的第14次对台军售。几乎同时，台湾新任防务机构负责人顾立雄前往立法机构接受备询时表示，这将强化台湾的所谓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赖清德上台仅2周，美台军事勾连动作不断，台海局势将如何演变？来看报道。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这笔对台军售，包括 F-16战机标准以及非标准的备用和修理零件、组件、消耗品和配件，以及美国政府和承包商提供的工程、技术、物流及其他相关服务，预估成本分别约为2.2亿和8000万美元，总计3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称，这笔军售是应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请求而批准，以支持台湾推动军队现代化，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提高台湾应对当前以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据悉，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已在当天通知国会，军售有望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国防安全合作局是美国防部的下属机构，负责向美国所谓盟友提供财政支持和技术援助，转让国防军需以及提供培训和服务，并促进彼此军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批准了14笔对台军售，加上最近这笔3亿美元的订单，总金额已超过51亿美元。这些对台军售都是以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提出请求，国防安全合作局批准并通知国会拨款的方式达成。最新的这笔军售主要服务于更新以及维护台湾地区现有的 F-16战机。台湾地区拥有140架 F-16A、B 战机。2020年，台湾又以凤翔专案向美国加购66架全新的 F-16V。不过，这一笔订单要到2026年才会全部交付。去年8月，美国还公布了一份价值5亿美元的军售案，向台湾出售可用于 F-16战机的红外搜索与跟踪传感器。恐怕是台湾的防务部门，尤其是台湾防务部门中的空军，近期在面对我们强大的压力的时候，它的损耗是非常大的，它的相关的零部件是恐怕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在过去美国对台的军售过程当中，经常出现了拿了相应的金额却没有及时给台湾方面支付相应的装备的状况。所以这一次通过出售军事设备来表达出一种对台湾方面的相应的支持，此举其实是对于未来的台海局势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性。台外事以及防务部门则是第一时间对美方表达了所谓感谢。台防务部门新任负责人顾立雄6号在立法机构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台湾首要的是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加入美国印太战略，形成有效嚇阻的一环。这是顾立雄上任后首次前往立法机构进行业务报告并接受备询。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6岁的顾立雄曾担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职务。由于没有军事背景，他也被台媒称作又一名文人防务部门负责人。此前有岛内舆论发现，顾立雄是美国对台军售的重要幕后推手。顾立雄在蔡英文第2个任期期间开始担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长，期间美国对台军售多达20次，比蔡英文第1个任期多了整整4倍。顾立雄是岛内顽固台独分子。一般来讲，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人选是由台湾防务部门内部擢升，但是呢，顾立雄的任命是一个典型的赖清德权力抑制的一个结果，所以各界高度关注他未来会实质做什么。顾立雄在接任防务部门负责人后，就立刻遇上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A 围台演习。备询时，顾立雄也被问及，面对当前紧张局势，是否像前任邱国正那样睡不着？失眠过吗？也会因为严峻的情势睡不着觉吗？我想我的睡眠品质很好。我没有说我睡得好或不好。值得警惕的是，顾立雄在谈到第一机以及所谓自卫权的话题时，又给出了新说法。顾立雄宣称，台军没有所谓第一机，台军行使的是自卫权。他表示，解放军攻击台军在航基建设施，或攻击台湾本岛、外岛，或未经许可进入12海里，就可以下令台军行使自卫权，并依比例进行自卫反击。
今年3月，台时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声称，以往认定大陆第一击是指开炮开枪，但台军早已更改第一击界定，只要解放军实体航空器逾越界限，台军就视为第一击予以反制。不过当时就有岛内舆论批评，这种行为增加了两岸误判的风险，对台湾造成严重后果。国防部也表示，大陆绝不会给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它比较明确的确定了相关的这个距离的界限，相对于邱国正之前的发言而言，更加的明晰化，同志危险性也会提升。当天恰逢美国27家军火商组成的代表团在台参加所谓台美防务产业论坛，顾立雄也被问及台湾是否将采购新武器。不过这次他模糊地表示，论坛是民间交流，与军购无关。针对顾立雄此前声称美国在台协会会关心他即将发表的报告，可能会打电话关心，他在6号再次表示，美国在台协会没打来电话，但又说台美之间有些东西只能做不能说。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顾立雄的报告文字版已经公布，有关所谓台美军事合作的内容，台防务部门列出了美方军援金额，但并未提及军售交付的进度，有刻意避而不谈之嫌。就在不久前，美国防部被爆出将设置一个秘密小组，宣称将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地区。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也会讨论一项预算法案，包括提供台湾地区5亿美元军事融资等内容。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如果本身产能就跟不上，建立所谓秘密小组或展开军事援助，并不能缓解武器延迟交付的问题。这一次美国方面设置这样的一个秘密小组，表现出他对于台湾问题很重视，愿意给予台湾方面相应的支持仅此而已。而实际上能不能起到相应的这种效果，我觉得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更重要的，在我看来，其实更多的恐怕还是希望台湾方面未来能够更大幅度的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以此来获取更高额的相应的利润。针对美台一系列的军事勾连，国防部、国台办、外交部等部门曾多次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成立一个秘密小组，用来专门负责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地区。那对此您怎么看？其实按理来说，在美台签订军售合同，尤其是台湾方面已经预先支付了定金之后，美国对台军售只要按照合约规定按部就班的执行就可以了。然而五角大楼却要画蛇添足，额外的成立一个秘密小组，来督促美国对台军售的进程。我认为这背后与其说反映的是眼下台海局势的严重性，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军工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不足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已经严重到了美国宁愿选择失信与违约，也拿不出任何多余的武器来卖给台湾。这是自从2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而在我看来，美国的军工制造业出现的严重产能不足危机，主要是因为俄乌战事的爆发而引起的。俄乌战事的爆发一是使得大量中东欧国家纷纷将原先的苏式武器以清库存的方式全部赠送给了乌克兰，并转而需要购入大量的美制武器来填补库存的空缺；二是使得大量北约成员国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意识，以至于需要购买在俄乌战场上表现卓越的美制武器来实现自保。再加上最近乌克兰军队转变了战略与战术，也就是不准备在地面战场上跟俄军拼人力与物力的消耗，而是准备采取中远程精准打击，尤其是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方式，来消耗掉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这也使得乌克兰军队对美制武器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了。这几大因素都使得美制武器成为了全球军火市场上的抢手货和稀缺品。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节骨眼上，巴以冲突的爆发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军工制造业的产能严重不足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连正在着火的俄乌危机与中东危机都应付不了，哪里还管得上尚未真正爆发的台海危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吹嘘
自己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也就是美国可以轻松地应对2场甚至是2场以上的地区冲突。然而，在俄乌战事与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已经没有多余的武器可以卖给台湾的现实已经证明了，拜登政府纯粹就是吹牛，美国压根就应付不了2场以上的危机，甚至光是俄乌战事就已经让美国焦头烂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就应该好好掂量掂量了，你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要在朝鲜半岛以及台海、南海等地区引爆新一轮的冲突吗？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价值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其实细节说明了一切。美方宣布的这一对台军售计划，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了美国的军工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产能严重不足的危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中，并没有一件是单独卖给台湾的武器，而仅仅是在向台湾现有的F-16战斗机提供标准以及非标准的维修部件。也就是说，所谓的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实际上是用来帮助台湾维护F-16战斗机的。而且我相信，假如美方不紧急提供这些零配件，那台军正在使用的F-16战斗机就极有可能因为配件老化而出现事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近年来为了应对解放军对台湾周边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台军已经处于了非常严重的失劳兵疲与劳民伤财的状态。我想也正是因为美国军工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不足危机，以至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没有办法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所以近日美方才退而求其次，派出一个由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来出席台美防务产业论坛。这个防务产业论坛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由美方提供技术，台湾负责生产制造的方式，来解决台军武器短缺的问题。而且双方将重点合作生产无人驾驶飞机与无人驾驶飞船。我认为这背后可以解读出的信号有2个：其一是美台双方正在从俄乌战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要淘汰曾经在1战和2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钢铁洪流，转而生产科技含量更高、机动性能更好，同时成本和造价更为低廉的空中无人驾驶飞机和水面无人驾驶飞艇。其二是台军显然是准备大量采用空中无人驾驶飞机与水面无人驾驶飞艇来打未来的海战，以在海面上阻止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登陆作战。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他不排除美国动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可能性。那对此您又作何解读？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自从2021年正式上台以来，拜登本人已经4次公开表态要武力保台，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5次了。这在美国历任总统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不少人都据此认为，拜登政府已经下定了军事介入台海战争的决心。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我恰恰觉得跟前面几次相比，拜登的这一次表态立场已经没有那么坚定了，甚至是出现了迟疑和后退的迹象。大家知道，在2022年5月拜登访问日本期间，当有记者问到，假如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保护台湾时，拜登的回答是：是的，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在是否军事介入台海战争上，美国已经放弃了原先的模糊战略，开始采取明确而清晰的战略。然而在昨天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拜登先是向中国大陆示好，明确指出，根据与北京的协议，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拜登这里使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说法，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不是美方随意的口头承诺，而是跟北京达成了协议。我想这一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势力应该好好掂量一下了。其次，在回答是否军事介入台海战争时，拜登的回答是不排除动用武力协防台湾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是否军事介入台海战争上，拜登已经重新退回到了美国过往的模糊战略上。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
拜登已经跟前4次的说法有了明显的不同。拜登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选择了打太极。而这样一个表态，正好又发生在赖清德520讲话中做出台独自白，以及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实施新一轮的围台军演之后。这究竟又意味着什么，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在乌克兰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目标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回应称，西方国家参与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俄罗斯必将做出回应。乌克兰近期由于战场形势不利，已宣布会突破所有之前设置的红线。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可能宣布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不过，为了预防俄乌冲突扩大升级，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准备支持乌克兰北约化。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与多国媒体负责人会谈时，严厉警告称，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直接参与俄乌冲突，是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一步。俄方将保留做出对等回应的权利。что если кто-то считает возможным поставлять такое оружие в зону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ля нанесения ударов по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создания проблем для нас, то почему у нас нет права поставлять наше оружие такого же класса в те регионы мира, где будут наноситься удары п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бъектам те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эт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То есть ответ может быть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м. Мы над этим подумаем. 普京之所以发出这一警告，是因为美西方正在放宽乌克兰武器使用范围。就在美国表态称有限制地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后，乌克兰方面3号证实，乌军首次使用西方援助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摧毁了俄军一套 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据悉，乌军是在2号使用美元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打击部署在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的 S-300防空系统。事实上，乌克兰的不顾一切是由于近期战场形势不利。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4号表示，有关冲突的所有红线已荡然无存，乌克兰需要大量高精度武器，以同俄罗斯实现战场军事。俄乌冲突到现在为止，那么北约对俄罗斯似乎有在进行类似于混合战争这种军事行动，这点上我觉得俄罗斯国内很多人是有这个看法的。那么这样的话，既然北约可以对俄罗斯做，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够用类似的手段？现在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似乎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底线。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没有底线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世界局势它会滑向什么地方，这个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大家并不知道真正的底线在哪儿，或者说我们的承受的极限在哪儿。而美国与北约也借此炒作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借此敦促更多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英国《每日电讯报》4号还披露，北约为此正在制定一项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计划，正设立多个地面走廊，以便在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时迅速调遣驻欧美军士兵和装备。对于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的说法，普京敲着桌子回应称，那些说法是在用恐惧来维持西方全球霸权的愚蠢尝试，意在欺骗西方国家的人民，敦促他们武装自己，并向乌克兰输送更多武器。Вот напридумывали, что Россия хочет напасть на НАТО. Вы сбрендили совсем, что ли? Тупые вообще, как этот стол? Кто это придумал? Это чушь, понимаете? Бред собачий. 此外，普京还透露，俄军在乌克兰的损失比乌方的损失要少很多。目前，乌克兰大概关押了1348名俄罗斯士兵，俄方则掌握约6465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和乌克兰所遭受的无法挽回的损失比例也大约为1:5，乌军每月损失约5万人，其中死伤人数大致各半。普京还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武器、弹药和设备，不是因为他喜爱乌克兰人，而是因为相信这将进一步促进美国所谓伟大和全球领导地位。而美国没人关心乌克兰的利益。普京还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期进行预测，表示美国将容忍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干到2025年春天之后，他将被换掉。西方已经有若干人选来角逐乌克兰总统一职。
在回答俄乌冲突何时结束的问题时，普京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曾就乌克兰问题给他写过一封信，普京也以书面形式回复了拜登。普京告诉拜登，美国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冲突将在2到3个月内结束。普京说，即使在当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与乌克兰签署和平条约，但乌克兰必须是自愿的。对于普京的这种说法，美西方显然不予理会。事实上，西方为避免乌克兰战败，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当地时间6号在法国纪念2战诺曼底登陆80周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天晚上将宣布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军事教官的决定。法国《世界报》称，马克龙希望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联盟，共同向乌派遣军事教官。德国对此仍持谨慎态度，但包括波罗的海3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准备加入该联盟。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4号提前对法国进行警告称，有理由认为这些教官已在乌克兰开展工作，无论他们是法国的军事人员或只是雇佣兵，都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合法打击目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任何在乌克兰的外国军事教官，无论他们是不是法国的，都无法免受俄军的打击。华盛顿邮报称，马克龙计划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的想法似乎雄心勃勃，但具有很大风险。这一举动意味着外国军队直接公开参与俄乌冲突，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更严重后果。之前其实俄罗斯很认真的在对北约援乌的武器来进行，我们可以描述为狙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北约的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的人员，哪怕是公开部署之后，他一定会比想象中更快地面临人员伤亡。那么那个时候北约国家怎么办？包括我们讲北约的所谓自卫条款会不会受到触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最后有可能整个欧洲会陷入到一个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滑向开战的一个结果。美国在放宽对乌武器援助使用范围的同时，也不希望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拜登5号抵达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拜登在行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乌克兰的和平意味着确保俄罗斯永远不能占领乌克兰。但他又接着称，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将加入北约，也不准备支持乌克兰北约化。对于北约是否有与俄罗斯开战的危险，拜登则明确回答不会。他还称，美国和北约无法接受乌克兰失败。如果我们在乌克兰失败，你们将看到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将会离开北约，实行更加独立的政策。近来，随着战场形势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捷克总统帕维尔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越来越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2022年9月底，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根据加速程序申请加入北约。对此，普京曾表示，乌克兰将加入北约是俄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如果乌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安全的严重威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日前重申，俄永远不会接受乌克兰加入敌对集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是不是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完全根据本国的利益，而不是说乌克兰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来进行判断的。如果说这些国家判断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于美国、英国、法国的利益有利的话，那么他们有可能会支持、会赞同、会鼓励。反过来说，即便我们说乌克兰为了北约的利益跟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损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本国经济甚至我们说基础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西方国家在判断自己从中无利可图的情况之下，也不会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今天是第2次世界大战盟军登陆诺曼底80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拜登及英国国王查尔斯等20多位欧美国家领导人在诺曼底海滩出席纪念仪式。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今天美媒挖出的一位102岁美国老兵的故事，对此呢再次做出了见证，让人格外唏嘘。那这名叫罗伯特·佩斯奇蒂的这个老兵呢，跨洋赴欧洲，在乘船前往诺曼底时突发意外，被医疗直升机送往德国。周五呢与世长辞。今天法国方面邀请了多国近200位2战老兵出席诺曼底纪念活动，他们基本都是行动不便的100岁老寿星了。媒体也普遍相信，这将会是
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亲历者们，他们最后一次重返二战的现场，参加这样一个重大的纪念活动。诺曼底登陆，也就是英文的 D-Day， 被称作是二战欧洲战场最长的一天，也是美英法多国盟军打响对纳粹德军全面反击的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那么在此重大纪念日，到底该纪念什么呢？当然是纪念二战反法西斯、反纳粹侵略的团结与抗争，缅怀无数像佩斯奇蒂这样的二战老兵他们的牺牲与勇气。但是呢，不得不指出的是，从美西方媒体的前期关注，包括参加这场盛典的美西方领导人的他们的密集的前期造势来看，最后一次出席大规模纪念盛典的这些个二战老兵们，他们本该是主角，但是呢，他们注定只会成为政客们的背景板。比如呢，东道主媒体普遍关注总统马克龙会不会在此期间宣布向乌克兰派出军事人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发出警告，这些个军事人员一旦进入到乌克兰，就将会成为俄罗斯合法打击的目标。同步展开对法的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也已经确认要连续发表2场讲话。今天呢，在美军诺曼底公墓讲，明天啊，则要在打响登陆战第1枪的奥克讲来讲。那么拜登他会讲什么呢？《纽约时报》的今天的标题说，拜登会将盟军登陆战与乌克兰战事相关联。《华盛顿邮报》的标题说得更加直白了，虽然拜登演讲是指向全球的，但是呢，必须要注意他与前任特朗普在国内政治死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啊，拜登最新的欧洲行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突出他与特朗普的不同，是服务于他自身的选战的考量。那么盟军纪念诺曼底登陆，此前啊刚刚举行胜利日阅兵的俄罗斯当然不应该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参加过诺曼底的纪念盛典，但是呢，这一次俄方不在受邀之列，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再度成为座上宾。所以在我看来，这次诺曼底的纪念盛典再次成为西方阵营协调立场、继续强化对俄罗斯施压对撞的一个最新的平台。而众多到会的西方领导人，他们呢实际上也都各自有内政的考量。普京周3在集中会见西方媒体高层时喊话警告，俄罗斯有能力对外提供远程武器打击西方目标。西方国家参与对俄攻击意味着直接开战，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普京总统是在参加有俄罗斯达沃斯之称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那么接受西方媒体群访时做出这一番表示的。那这一次群访的对话呢，可以说相当不寻常，持续3个小时。美联社发自圣彼得堡的电稿就称，这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普京总统首次接受西方媒体的联合采访。那么联系今天的诺曼底纪念日活动，包括即将到来的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俄方都是缺席的。所以啊，普京这次直接喊话西方主流媒体，他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不少美西方媒体也都在突出普京对有关核弹应用的警示性的表态，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应抽离他的表述背景做过度的解读。普京在这个对话中指责美西方的最新动作将会削弱国际安全，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警告美西方直接卷入到对俄罗斯的战争中，俄方呢保留同等还击的这种权利。普京口中的最新动作，包括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放宽对原乌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也包括马克龙可能宣布的原乌军事人员派驻等等。普京就此警告说，莫斯科同样可以在世界其他地区采取非对称的手段来反制。那么被问到会不会动用核武时，普京就声称，俄方核安全政策早已经制定，西方早有人认定俄罗斯绝不会应用核武，但是如果俄罗斯的主权与领土安全遭到威胁，俄方必然会考虑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啊，他在回应美媒提问时就表示，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俄方都可以与之共事。他甚至并不讳言，即使在当前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与乌克兰签署和平条约也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乌克兰必须要自愿参加谈判。普京也并没有排除俄罗斯与美国、英国、法国成为所谓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他提到，曾经是接到过拜登的一封信，而他呢也在回信中强调，
说停止俄乌冲突的前提就是美方停止向乌克兰供武，如果美方收手的话，冲突将会在2到3个月内结束。所以就此而言，普京实际上是在释放两面信息。一方面，他固然是在展示强硬的姿态，但是呢，他的身段同样是够灵活的。那么这能不能转换为俄乌战场的新的态势，取决于乌克兰，尤其背后的美西方能不能把握其中的信号，做出相应的抉择。但是呢，我们从诺曼底释放的信号来看，劝和促谈的这种可能性是相当之低。连日来，韩国上空垃圾气球飘动，919军事协议被撕毁，美军轰炸机再飞临半岛，与韩国空军进行实弹演习。朝韩对抗的紧张程度来到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2年以来的新高点。6号，尹锡悦再次向朝鲜放话。정부는 이러한 북한의 위협을 결코 좌시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尹锡悦6号在第69届显中日纪念仪式上表示，韩方将保持固若金汤的戒备态势，坚决有力地应对挑衅。显中日是韩国为悼念缅怀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英烈的日子。尹锡悦还特别提到，韩国政府将基于更强大的韩美同盟和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切实保障国民自由和安全。就在此前一天，美韩空军进行联合空中训练。美国军方时隔7年派出 B-1B 战略轰炸机参与美韩空中联演。参与联演的这架 B-1B 是美国今年暂时部署于朝鲜半岛上空的第2架美国轰炸机。演习中 ，B-1B 在韩军 F-15K 护航下空投绰号碉堡克星的钻地炸弹捷达姆，这是美军时隔7年再次在半岛实弹演习中使用该弹药，展现了对纵深标的的精准打击能力。而朝鲜对使用地堡炸弹的演习极为敏感，因为这可能会威胁其复杂的地下军事隧道和结构网络。据韩国国防部介绍 ，B-1B 轰炸机当天同韩国空军 F-35A、F-15K、KF-16战斗机和美军 F-35B、F-16战斗机一同参演。此次联演重点放在美国履行对韩提供延伸威慑的协防承诺，提升两军互操作性和联防态势。韩联社援引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应对朝鲜向韩空飘垃圾气球、发起 GPS 电波干扰攻击等挑衅，同时对朝鲜发出警告信号。从5月28日晚至6月2日凌晨，朝鲜用3500多个气球向韩国边境地带和首都圈散发了15吨废纸和垃圾，以回应韩方行动。据韩联社报道，这是朝方针对当月早些时候韩国民间团体向朝方空飘反朝传单的回应。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2号晚发表谈话，表示将暂停对韩空投垃圾气球，但面对朝鲜的暂停信号，韩国政府反而提高了应对力度。当地时间4号，韩国国务会议通过了有关终止919军事协议全部效力的决议，该议案随后获得韩国总统尹锡悦批准。919军事协议是韩朝双方于2018年签署的9月平壤共同宣言的附属协议，旨在消除朝鲜半岛战争威胁，终结包括非武装地带区域在内的军事敌对关系，把朝鲜半岛建设成永久的和平地带。其中明确规定禁止韩朝采取针对对方的敌对行为，所以被称为朝鲜半岛和平的最后安全法。这军事协定的这个规范呢，就是一个是在这个停战线38度线的这附近，双方都不要有军事演习哈，不要有军事的活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北方限界线哈，在北方限界线就是海边这边哈，38度线附近也不要有海上的军事演习哈。另外就是航空的时候，飞机就不要越线啊，不要越界啊。签订的这个协定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制造紧张的气氛，也不要有挑衅的行为啊。那么对于这个南北双方啊，朝向和平统一是有良性的发展。协议终止后，韩国国防部指出，韩军可在边境地区恢复所有军事活动，包括重启对朝扩音喊话，在军事分界线以南5公里缓冲区进行炮击训练，实施团级以上野外机动训练，在半岛西部海域的北方界限海上缓冲区内进行海上机动训练等。
实际上，919军事协议的多数条款在尹锡悦政府上任后已逐渐名存实亡。半年前，韩国政府曾宣布终止协议部分条款的效力，作为对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的回应。紧接着，朝鲜国防省宣布，朝方将不再受制于朝韩919军事协议的约束。而自2018年12月后，朝韩间已有近5年半未举行任何对话。去年4月以来，朝韩间的直接联络线路已连续14个月处于中断状态。在朝韩局势紧张之际，韩国非但不缓和局势，反而实质终止919军事协议。韩国舆论认为，此举会与尹锡悦低迷的支持率以及目前朝小野大的执政困局有关。韩国在野党普遍批评尹锡悦政府终止919韩朝军事协议效力是为了避免政权危机。韩国祖国革新党党鞭黄云夏表示，这是一场危险万分的赌博，目的是通过强硬应对朝鲜打开冻结的民心，这是围绕国民生命和支持率展开的赌博。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鞭朴赞大也批评，难道要回到高射炮弹飞过停战线的时期吗？韩国正义党代表全永国敦促，终止919军事协议全部效力等于宣布军事紧张局势升级和对决，是放弃朝鲜半岛和平的危险万分的措施。韩民族日报评论指出，为了制定从根本上阻止事态的解决方法，除了韩朝进行对话，消除相互不信任，协商减少相互威胁之外，很难找到其他方法。韩国总统尹锡悦这样的态度一直要亲美，然后就排中抗中啊，然后再死对朝鲜。这朝鲜半岛这个现在目前的状况的确是蛮危险的蛮危险的。这个兵凶战危所以是不是还需要多方的努力把这个尖锐对立的这种态势慢慢化解慢慢消除，那么改向所谓和平统一的方向来前进比较理想。对于当前的半岛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表示，近段时间半岛形势持续紧张，有关方之间对立对抗加剧，我们对当前事态发展表示关切。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反对任何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行。希望有关方保持冷静克制、谨言慎行，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拜登已抵达法国，开启任内新一轮访欧行。不过，他人在欧洲，仍不忘与特朗普隔空互呛。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拜登和特朗普此前都以所谓国家安全风险为由打压 TikTok， 但在紧迫的选情面前 ，TikTok 仍然成为两人争夺舆论、抢夺年轻人选票的新战场，尽显美式双标。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5号抵达巴黎，开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然而，在美国大选日益临近之际，外访欧洲的拜登依然不忘拉踩对手特朗普。法媒透露，拜登在法国的日程安排显示，他希望尽可能与特朗普区分开来的愿望。据悉，拜登将在埃纳省贝洛林院的美军公墓敬献花圈，向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士兵致敬。而在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放弃前往该地，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天气不好。拜登在出访前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宣称，我与他的愿景截然不同，特朗普只想放弃这些联盟，并补充说，美国安全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联盟。拜登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这个对欧洲的访问，以及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表态，其实就是想要挽回目前的颓势那么越是临近大选，那么可能这个战场的形势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么所以拜登政府现在呢显得有点焦虑。之所以出访欧洲还要惦记特朗普，是因为目前拜登民调告急。易普索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封口费案被定罪后，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总统选举调查中，仅以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共和党挑战者特朗普。现在距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5个月，拜登领先2个百分点的调查结果属于误差范围，大部分参与调查者仍保持观望态度。
反观特朗普，封口费案被定罪，引发了特朗普部分支持者的同情心理。特朗普筹款网站一度被挤崩。特朗普竞选团队称，判决宣布后的1天内便筹集了5300万美元。共和党的超级富豪们纷纷捐款支持他。以色列裔美国赌业大亨米利亚姆·阿德尔森预计将在本周宣布向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助。Ken Vogel also does this for a living. He says in 2 decades covering campaign money,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The Trump campaign says it raised the $34 million in the less than one day since the verdict comes out, with 29.7% of donors being at the WinRed platform. 6号硅谷投资者大卫·萨克斯和同为投资者的查马斯·帕里哈皮提亚计划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一次筹款活动。据报道，与会者被要求捐款高达30万美元。另一位潜在捐款人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支持特朗普的消息。此前被美国政府勒令不卖就禁的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近期成为拜登和特朗普争夺舆论的新战场。当地时间6月1日晚间，特朗普开设了 TikTok 认证账号，并发布了第一段时长13秒的视频内容。开号不到4个小时，特朗普的粉丝数就突破40万，而在短短4天后，特朗普的粉丝量就激增到560万，首则视频也获590万点赞，6300万次观看量，足足是拜登首则视频观看量的6倍。早在今年2月就设立账号的拜登竞选团队，账号虽然已发布数百则视频，但只有36.1万粉丝和最高470万点赞。President is now on TikTok. It's my honor. 在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竞选团队还着重强调和宣扬了这一对比。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芬·张称，这证明了目前特朗普在全美范围内的支持率和势头的上升。他还说，该团队将继续接触美国人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在与拜登的较量中，特朗普已在年轻选民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因为作为这个执政党，他必须得首例成功的话他必须得有一个明显的民调的优势，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不光要面对或者应对国内的包括移民问题包括通胀问题这些挑战，另外呢，他还要应对和处理一系列的国际的这个对他的挑战或者说困境尤其是像中东的巴以冲突以及欧洲的俄乌冲突。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政治主管詹姆斯·布莱尔表示，特朗普在 TikTok 上的活动将显著增多。TikTok 将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布短视频内容的主要平台之一。对于特朗普的拉踩行为，拜登竞选团队表示，他们将继续加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TikTok 方面称，该平台在美国每月有1.7亿用户，其中大多数为30岁以下成年人。随着美国大选选战打响，现年77岁的特朗普和现年81岁的拜登都在试图利用 TikTok 吸引年轻选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认为，由于经济和本轮巴以冲突等议题，特别是美国年轻人对拜登感到很不满。路透社援引近期民调数据予以佐证，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与拜登不相上下。这一结果与2020年相比出现了巨大转变，当时拜登在年轻选民中领先特朗普24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执政时期也曾屡次试图封禁 TikTok， 但并未成功。近期拜登政府对 TikTok 发难后，特朗普反而一改之前的态度，表示反对封杀 TikTok， 称禁令将会激怒美国的年轻人，并且便宜了 Facebook。美媒指出，特朗普加入 TikTok 的举动与其过去的立场相去甚远。有评论指出，拜登和特朗普先后加入 TikTok， 表明尽管美国政客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对 TikTok 喊打喊杀，但为了争取年轻选民支持，说一套做一套，尽显美式双标。6月5号下午，由深圳海外联谊会在深圳北站双创中心举行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交流会。深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欢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港澳服务中心、各区统战部门、各区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相关负责人以及港澳青年代表共50多人参加活动。
在5号举行的港澳青年深圳创新创业指南发布仪式上，吴欢以及龙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詹慧君向6名港澳青年代表人士赠送该指南。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谭燕在会上就如何更好服务港澳青年在深圳创新创业进行了详细辅导。深圳卫视了解到，截至目前，已经有10家市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被认定，累计孵化2046个项目，其中1437个市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那目前我们也正在执行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希望通过这种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港澳青年来到深圳就业创业。港人来到内地来去做这个创业的，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政策是不了解的，也是不太懂怎么走这个流程。然后我今天看到很多这个创业的这个基地，对于港人的这个青年呢，已经是有一站式的这个整套服务，包括他们的创业啊、就业啊、法律啊、不同的这个配套啊，全部都做得很好。据介绍，这是深圳海外联谊会首次邀请深圳各区共16个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举办建设交流会，各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代表们也结合各自工作经验进行了交流发言。不仅仅是服务我们的香港年轻人来深圳创新创业，同时它又是我们深圳跟香港有效联系的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们发挥这个纽带跟桥梁作用，帮助我们两地的企业共同做大。随着我们河套那个创新合作区那个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我们重点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力，这跟香港的产业事实上都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作用。前海的政策对于港澳青年也是属于全方位的一个配套可以说无论是在商业配套，还是在居住环境，还是在办公环境，所以港澳青年来到深圳，可能他第一站就会选择到前海。我们要做好这个桥头堡的这个作用。期间，与会人员参观了深圳北站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现场配套设施，详细了解基地工作开展情况。作为港澳青年前来龙华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平台，双创中心无缝对接深圳北站，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直达香港西九龙仅需15分钟，毗邻6区1市，是连接港澳、协同湾区、辐射内地的创新创业策源地，为港澳青年来深创业提供信心。深圳北站跟我们大厦是相连通的，那意思就是说，他到了深圳北站之后，只要2到3分钟就能抵达到他的工位，所以交通呢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也致力于希望成为港澳青年来深创业的第一站。我们已经累计举办了至少80场的一些港澳青年交流的活动。那我们也希望打造一个平台，让这些港澳青年们互相之间有一个互动和交流。